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几乎是一夜之间，上海呢就从极具优越感的防疫优等生变成了差等生。此前好整以暇的这种精准防疫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和西安长春等等封城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场面，就是你可以看到无数的人冲进超市去疯狂的抢购，到处都是这种鸡飞狗跳的末日的恐慌景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来说一说上海的疫情。这个不仅是因为上海疫情出现了一个大爆发嘛，更是因为一直都坚持不封城的上海呢，它宣布封城了。这个可以说既是上海的一个疫情的危机，它其实也是习近平的政治危机。在26号，上海卫健委的通报说是每天的新增是2600多例，到了27号就是3500多例，28号的时候呢，新增已经达到了4400多例，而在刚刚过去的29号，官方通报就已经达到了是5982例，就接近6000了。我们仅仅从官方这一系列的充满了水分的数据，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现在的上海疫情它其实是呈现一种几何级数般的高速的增长。你要按照这种势头上海想要在4月1号就对浦东解封，恐怕还是不太现实的。而且在后面等着要继续封控的浦西，恐怕也要提前的进入到封城的状态了。那么这一轮疫情的大规模的复燃，我们都知道它是从去年底在西安就已经开始的，对吧？封城的大城市呢也已经有了好几个了。那么为什么这次上海的封城会这么的受关注呢？它甚至比已经封了4000万人的那个吉林全省都还要受关注呢？这个说明上海它的确是有某些特殊性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海的这次封城它来得非常的急，让大批的市民都感到措手不及。早在7天前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就有网络传言说上海要封城了。结果呢，新华社和中新网等等这些都是央级的党媒，还曾经在23号的时候专门来出面发文章辟谣。这个上海的警方还为此拘留了2个所谓的传谣者。结果到了27号的晚上呢，上海官方是突然的发布说，为了尽快实现新冠疫情的社会面动态清零，上海全市以黄浦江为界，就划分为浦东和浦西这2个地区。那么浦东呢，从28号的清晨5点开始起进入封控，到4月1号解封。那么浦西呢，则是从4月1号的凌晨开始封控，到4月5号的时候这个解封。那么整个封闭期间呢，都必须要进行一个全民的核酸检测了，这个都是规定动作了。那么对浦东来说从它发布通告到实施封控，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对吧？尽管有很多的超市呢都立即就通宵的营业了，来方便大众抢购一些生活物资，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人动作慢了呢，他就没有能够抢到数量有限的蔬菜等等紧缺的物品。为此呢，甚至有人还突发奇想，冲进了火锅店去，把火锅店里面的菜品都一扫而空。也就是说，我们都看到这种是突然袭击式的封城的动作呢，它根本就没有顾上这个上海刚刚才辟谣就自我打脸的尴尬。而且呢，它与上海过去一向是刻意的在对外展示一种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社会治理的形象呢，这个反差就太过的强烈了。所以这样的一刀切呢，它其实带着我们都比较熟悉的那种任性与霸气，对吧？它只能够是习一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就已经说了，就是尽管上海官方通报的数据它是已经刷新了这一波疫情的一个每日新增的记录，但是这个数据它依然是被大大的缩水的。我们从大陆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呢，已经可以看到，就是有不止一个来源证实说，上海当局它在隐瞒大量的感染病例。比如说，有一份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与一个女性患者的对话录音呢，它就显示，疾控中心呢是已经确认该女子她是阳性了，但是呢，这个真实的报告的结果呢不会发给她本人，发给她本人的报告呢，它依然会是显示为说她是阴性的。
只是呢，全上海市的这些阳性病例呢，它都只以点对点的方式去进行个别的通知。而这位被通知的女子呢，她也不会得到任何的集中隔离或者是医护的照顾，只是告诉她你自己在家里静养休息。同时呢，另外一份叫做崂山3、4村微信互助群的这么一个对话的截图，它也显示出来说，这个小区的居民是几乎整个村都已经是阳性了。由于感染的人数太多呢，所以医生都已经不去做那个核酸检测了，因为做检测已经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时呢，医院呢也没法把他拉走，全部都拉走送到医院去集中的隔离，他只能够就是就地隔离。我简单的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崂山3、4村呢，它其实就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在陆家嘴的栖霞路，它应该是人流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而更多的信息呢，是浦东的崂山5村，它有爆出来说是检测当地有1000多管这个试剂测试都是阳性，医疗队呢已经撤出了，甚至呢还有传言说浦东的这个做核酸检测试管呢才做了一半，就发现已经有多达4000多管这个试剂它是呈阳性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按照中共的惯例嘛，它是10人1管的这种检测方式。那么这4000多管的阳性，哪怕只取一个中位数，它也意味着至少有2万左右的感染了。而如果说还没有检测的另外一半，它也是大致的这么一个相同的比例的话，我们做一个粗略的推算，在上海现在的浦东，它至少已经是有数万的感染者。其实这个数据你要放在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这个奥密克戎非常强大的传播力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都可以说了，它距离真实的情况应该还有相当的距离，对吧？如果是在海外的这种与病毒共存的状态之下呢，说你这个一个地区总共出现了数万的病例，这个并不是什么说值得特别惊讶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放在中共一直坚持的这种清零是压倒一切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个数据它就已经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因为这个数据它就意味着清零也好，或者是社会面清零也罢，就是无论当局它是换用一个什么样的名词来叫它都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在昨天呢，浦东新区金阳新村的居家桥居委会有一份通知也在网络上被曝光了。这个内容呢，它就显示说，传达浦东新区疫情防控会议的一份精神，要求这个小区的封控呢至少要延长到4月5号。其实它就等于把官方此前预计的5天的封控时间是延长了1倍了。那么在同一天呢，上海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的人民武装部也有发出一份通知被曝光了。那么这个内容它也是显示说，当地的民兵人员呢被要求要在29号的下午2点以后就地待命，并且要在接到通知以后1小时之内就要到达指定位置，参与应急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们简单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静安区呢，它是属于上海的浦西地区，所以这份通知呢，它其实显示一部分浦西的地区可能是要提前就进入到封控的状态。刚才罗列了这么多就是所有这些信息，它其实都说明一点，上海的疫情呢，恐怕是远超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那么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在上海的疫情事实上已经失控，并且进入到一种高速上升的爆发期的情况之下呢，当局是否准备要像当初的武汉一样，来一个全城严密的封闭2个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达到最终清零的目的呢？我们都知道，上海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体量，它是远非武汉可比的，对吧？光是一个陆家嘴嘛，和金融中心，它去年的金融交易量就是超过了292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除此之外呢，上海的港口还有航空港，它的吞吐量在全球也都是名列前茅的。尽管呢，上海当局声称说会尽量的维持航空港和港口一定程度的开放，但是封城它将不可避免的对相关的运输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呢，这个全球第2大集装箱的运输公司叫做马士基的，
在发给客户的通知中呢，也已经公开发出了一份警告，就说由于浦东和浦西它会先后封城，那么进出上海的卡车服务将要减少至少是30%左右。也就是说，全球市场的供应链呢，它都会要受到影响的。我们现在从这个上海各种混乱、各种一刀切的这种风控力度来看呢，当局必须要去执行习近平亲自部署的那个清零政策，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上海此前曾经在小范围悄悄地试行过与病毒共存的那个策略，它已经是被叫停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传言说是上海那个网红专家嘛，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叫张文宏的，说他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呢，我自己查证的这个信息显示呢，张文宏他在3月25号是有出席这个疫情发布会的，当时他挂的官方的头衔呢是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是这么一个头衔。那么在28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他是没有出席的。被传闻说顶替他职务的这个上海市卫健委的主任邬金雷，在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头衔呢，是叫做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所以我们从这个名称来看呢，这应该是2个不同的职务。后者呢，它明显是一个行政职务嘛，它是直接隶属于上海市的领导小组的。而张文宏他的前面多了一个专家的这么一个称谓，看起来他更多的是一种顾问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说上海这个所谓的精准防疫的路线，它已经被终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对吧？这个事实呢，它其实再次的证实了我们此前多次讨论过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中共当局的眼中封城清零呢，它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问题。与病毒共存的这种模式，它是否合理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大家都看到了，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交出了答案了。就像有的网友说的，说这个外国呢都已经毕业了，唯独只有中共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依然要继续的做他自己的作业，要继续的坚持大规模的封城清零的这条路线，甚至不顾多大的经济代价，不顾这种次生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呢，它已经超过奥密克戎本身所造成死亡的人数了。但是当局依然是乐此不疲就是要把这个清零进行到底。这种思维在我们看来，它已经就是在把这个防疫高度的政治化以及意识形态化的。我们要说白了这个就可以说是文革的那个命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一个当代防疫的版本了。也就是说呢，共存模式你效果再好，那是属于境外势力的路线，对吧？清零模式的弊病再大，这是咱们社会主义独家制度的体现。所以无论草民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能够偏离了这个清零斗争为纲的政治要求。我们都知道嘛，习近平他现在的头等大事当然就是在今年的秋天他要顺利的连任。那么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呢，他是不能够有任何可被指责的错误的。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个清零模式，是更不能够允许被认为是输给了共存模式的。所以呢，在大陆的这个范围之内谁要想去尝试一下共存的模式，他都将会被视为这是对最高领导人权威的一个挑战。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共的权力架构中传统的一个政治高地，同时呢它比较微妙，它也是反习势力的大本营。这个地方它要是如果把那个名为精准防控实为小范围共存的做法把它搞成了气候，搞成了模式，那么整个清零路线的根基它就将会被动摇了。就连习近平开过的那个防疫庆功大会，它都会面临着可能会被否定的危机。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个奥密克戎与党内反对派的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呢，习近平他其实已经是被迫的退了一小步了，他有做出了一点调整的。
在这个3月19号的时候啊，诸多的党媒在当时都有报道了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部署防疫工作。这个用词呢，他就已经从过去单一的强调动态清零，变成了叫做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中共这种集权体制呢，它是不允许领导人有任何错误的。这个体制它就注定了说，当领导人集中大量的资源和力量去办一件所谓的大事儿，而最终发现这是一件错事儿的时候呢，他仅仅是小退一步，是远远无法纠错的。他会发现自己必须要退回到原点，推翻了整个的从头再来。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的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终结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万事有利就有弊。集权体制呢，它会让这个魁首这个位置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享受，但是呢，一旦它要是被拉下来了，那么它同样会有独一无二的感受。所以呢，在我看来，上海封城的影响呢，它不仅是在于医学领域和经济领域，它更大的影响呢是在于，这是习近平与他的反对派博弈的一个结果。我们从当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呢，习近平应该是暂时的占据了一个上风。我们都知道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是吧？他是疫情防控最高级别的一个实际的操盘手嘛。近年呢，凡是疫情严重爆发的地区，他都有曾经前往现场去督战的，几乎没有例外。其中甚至包括地方的主官与他都是级别相同的，都是政治局委员的这个级别的，比如说像天津广东还有新疆等等地方，他都去过。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疫情已经全面爆发的上海。那么孙春兰他为什么不去这个上海呢？不去到那儿指导工作呢？谁都知道上海书记李强呢，他曾经是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期的大管家，对吧？他是地道的习近平嫡系人马了。但是就这么铁的一种关系呢，李强他仍然都架不住上海的地方势力的影响，去尝试了一下那个不显山不漏水的共存模式。那么现在是明摆着的，李强呢，他很有可能在20大的时候会晋升常委，很有可能会接替韩正的常务副总理的职务，甚至还有说法说他有可能会接替李克强出任总理的职务。那么孙春兰他在这种形势不明的时候，如果贸然去了上海，他究竟是去支持精准防控呢，还是说去支持必须清零呢？也就是说，搞不好呢，他要么就得罪县官，他要么就得罪县管，哪儿头都可能不讨好的。所以反过来说，当我们看到孙春兰如果他一旦是公开的出现在上海的时候呢，可能就意味着基本上这两派争斗的形势它已经明朗化了。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它就是上海疫情最大的特殊性的所在，就是因为它卷入了太多的内斗因素而特殊。它不但涉及到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它也涉及到20大的人事卡位战。上海人民的遭遇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可以让我们一窥20大内斗的风向了。好的，剩下的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简短的和大家更新一下俄乌谈判的最新的情况。俄乌双方呢，昨天是在土耳其新一轮谈判结束以后呢，乌方的代表团成员叫做波多利亚科的，他就有向媒体公开的披露了乌克兰这个愿意考虑维持一个永久中立国地位的一些细节条款。这些条款最主要的要点呢，就是说乌克兰呢必须要得到至少10个国家的安全担保，其中包括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还有土耳其、德国、波兰、加拿大和以色列这么10个国家。不仅如此就是这个安保体系它还将保持开放，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如果说有愿意加入来进行担保的，也都可以加入。那么这些担保国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担保国必须呢与乌克兰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这份文件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如果乌克兰在遭受任何的侵略或者说是军事攻击，那么乌克兰有权要求在3天之内进行国际磋商。
如果这个磋商呢没有能够在3天之内得出任何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些担保国都必须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武器，甚至包括关闭空域，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说要设立这个禁飞区。至于说这个俄乌双方之间最大的谈判难题，它其实就是那个克里米亚和乌东2州的地位问题。那么乌克兰是提出来说，可以对克里米亚来履行一项长达15年的咨询期方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完全停火、确保和平的这样的方式之下，来决定克里米亚，就是15年决定克里米亚的一个前途。而乌东那2个州的后续的处置呢，则将留待泽连斯基和普京他们2人来当面讨论，最后来做出一个决定。那么这个是乌克兰这边的说法，而俄罗斯这边的说法呢，是由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叫做梅金斯基的，他这边也有公开的说，就说乌克兰呢已经同意俄罗斯提出的有关不加入北约以及拒绝部署外国军事基地的原则性要求，但是呢，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立场呢没有改变，但是同意说把乌克兰的提议呢纳入考虑。我们单单就从这个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呢，就说乌克兰提出的这个中立国安全担保的条款，它实际上呢已经是很接近于那个北约的宪章第5条了。这个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担保国呢，它不需要直接的出兵，而是呢给予这个乌克兰足够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而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在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的情况之下呢，中共率先表的态了，中共率先拒绝担任这个担保国。所以大家看到吗？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我们早就说过了，就说中共今天的遇到的各种困境啊、各种麻烦呐、被围堵啊等等，其实一切都是自己作出来的。这是中共他自己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习近平的使命呢，他一定是要把加速进行到底，直到车毁人亡为止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乌双方的谈判可以说它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从刚才提到的这些披露出来的条款细节来看呢，双方的立场呢正在缓慢的靠近之中。也就是说，在最终的协议达成之前呢，双方在军事、经济包括外交上的角力呢，它仍然会是继续的进行的。比如说，俄方的代表啊，在昨天谈判中就有做了一个承诺，说俄军啊将大幅度的减少其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这2个城市周边的军事行动，来以示自己对谈判的诚意。但是呢，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秘书叫做科比的，他随后就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军方呢是有观察到的俄军他的确在有所移动，但是呢，他们不认为这是撤兵的表现，而只是某种军事部署的轮换。也就是说，俄军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威胁呢并没有解除的。那么美军的这个担忧这个说法呢，在今天其实是有得到了证实。切尔尼戈夫的州长叫做乔斯的呢，他今天就在这个电报群，就是 Telegram 上面就公开的说，俄军的攻势呢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对切尔尼戈夫在昨天晚上是实施了一个彻夜的炮击。那么基辅啊，在昨天晚上也是继续的遭到俄军的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内政部长顾问叫做杰尼森科的，他在今天就对媒体公开的说，目前我们看不到俄军降低了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敌对行动的强度。当然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可能应该会记得这一幕呢，在俄军入侵之前，它也是发生过的。当时俄方不是说嘛，说自己有进行了一部分的撤军，以减缓这个顿巴斯地区的紧张的局势。但是呢，五角大楼在当时就有警告说，我们没有看到撤军，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在增兵。结果后来的这个入侵事实就证明，俄军呢的确是玩了一把这个瞒天过海。俄方的这种兵不厌诈呢，它还不只是在军事上体现。其实在1周前呢，普京当时就有宣称过，说这个美元和欧元啊是已经失去信用的货币，因此呢，
凡是不友好的国家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话，都必须以卢布来进行结算，否则的话就面临着被停气的惩罚。这个可以说就是一枚能源炸弹了，对吧？但是在目前我们看到呢，它几乎已经是普京仅剩的可以用来威胁欧洲的经济武器了。但是呢，就在今天啊，普京告诉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呢，就说德国是可以继续的用欧元来支付天然气的费用的。当然，这个固然它有可能啊是普京用来分化欧洲的一个手段，是吧？你可以他的，别人的就不行，就这个意思了。但是其实它同样也反映出普京现在的一种尴尬，就是说你切断能源供应呢，它固然可以给欧洲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这个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皮肉之伤、皮肉之痛。俄国自己呢，反倒是有可能因为自断经脉而先倒下的。可能朋友们啊，有不少都看到新闻了，就是说由于担心受到2级制裁，中共控制的那个中石化，这个是一家这个能源巨头了，他们已经终止了在俄罗斯一项价值达5亿美元的天然气化工厂的投资议案，其中呢还包括在中国要销售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计划。同时呢，中共驻美国的大使秦刚，他也在解释中俄合作无上限的时候呢，比较低调的加上了一个前提，就是说，但是合作是有底线的，它其实相当于就设置了一个天花板在那儿。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的现状呢是中共啊，它正在缓慢的抽身，远离俄罗斯泥潭。被这个党媒观察者网洋洋得意的公开说替中共躺了2次雷的普京，他是否会意识到他在利用中共的同时，其实中共也在利用他呢？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